你看，在我的对面啊，有一座非常高的铁墙，向两边延伸出去，看不到尽头。那这里呢，就是著名的美墨边境了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是美国，而对面呢，就是墨西哥了。一堵高墙啊，将两个国家给分离了开来。刚才我观察了一下，不管是美国这一面，还是墨西哥那一面，他们的建筑，包括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啊，都特别的相似。但是如果继续往墨西哥这个方向走的话，也许很多真实的一些情况呢，就会慢慢的看到。你看这个美墨边境啊，一直以来呢都是偷渡者的圣地，而且穿越这一片美墨边境呢，也可以说是成为了世界上啊最致命的徒步的路线吧。那据统计呢，大约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，就有超过1400名偷渡者啊，在这个美墨边境呢死亡或者说是失踪吧。这些人他们大多啊都是没有身份，又或者说是那种寻求庇护啊逃难的人，所以如果要想偷渡到这个地方的话，那可以说是困难重重。首先第一步啊，你就必须得翻越这样的高墙。你怎么翻越？如果你没有这种机头的带领，又或者说是你没有人的指引的话，你要想单独这样翻过来，可行吗？刚才我在前面那个地方啊，下车以后呢，我原本是想走到那个高墙的旁边啊，看一下美墨之间的就是这些风景，然后马上就有警察开车就过来了，就告诉我让我赶紧离开。如果旁边有人找我要钱啊，要食物啊，千万不能给他们。我都没发现这警察是在哪里盯上我的，然后他就过来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巡逻是非常的森严的。那就即便啊，你从这个高墙翻越过来了以后，又或者说是有那种机头把你指引进来的话，那这里面不知道会遇到多少的陷阱，又或者说是那些天价的费用呢？而且一旦进来以后呢，接下来必须得穿越那一片危险的索洛兰沙漠，还有奇瓦瓦沙漠。虽然那两个沙漠啊，它们的规模都并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由于进去以后呢，那个气候啊非常的恶劣，那你的补给、你的水源怎么来？在美国呢，没有车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脚，所以你想徒步穿越那个沙漠，那简直是太难了。而且在那个沙漠的周围啊，到处都是边防的警察。一旦发现的话，那你这一大票全部就白忙活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偷渡者啊，要冒着极高的危险穿越这样的一些地带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赌注。赌赢的话可能皆大欢喜，但是也是全部啊从头开始而已。如果赌输的话，有可能命都没了。我个人觉得呢，其实真是不太值得。所以在做这样的一些打算的时候呢，一定还是要慎重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啊一块儿呢来穿越这一个高墙之地吧，看一下周围的风景是怎样的。走。
看，在我的身旁啊，这里就像是世界末日以后的景象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生机。这一片小镇呢，是离美墨边境比较近的一个孟买小镇了，因为它靠近海边啊。在上世纪大概60、70年代的时候呢，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吧。不过现在落魄以后啊，就像是一座鬼镇一样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沙发。你的风扇还是这种木质的桨叶，这边还有微波炉、烘烤机，上面还有时钟，你看时钟，挺古老的。洗手台，哇哦，这卫生间啊，特别的脏，已经都塞满了东西了。地上还用的是地毯。它这个房子其实感觉就像是那种房车一样，然后几块木板呢搭建起来的一个房子。这里还有一个电表。取暖机，对，每一个房间都不是特别的大。走，看一下那边。梯子都没有了。这是一个卫生间，你看家具啊都是木质的，马桶。东西都已经被清空了。上面保暖海绵，虽然是木质搭建的房子啊，但这些隔热保暖的措施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哇哦，这里有一个好大的皮箱，另外一边的柜子，都是空的。
这个房间里面竟然是粉红色的，看，还挺漂亮的。那这里放了一个欧式的这种沙发，另外一边就是厨房。看这个厨房，哇，差一点啊！你看，这空的，小心点。那你看这里啊，厨房，标准的美式厨房。都是空的，另外一边的应该是一个微波炉还是一个烘烤机？走，去那边看一下。当心这个脚下，看这里就像是一个陷阱一样。这边抱出去。你看，在这一些建筑上面啊，全部都画上了涂鸦。这里还有一只维尼熊。房子的底部呢，都是有轮子的，显然啊，这应该是可以拖走的。因为这个区域呢，它的自然灾害频发啊，所以你会看到周围呢，除了这种可移动的房子以外呢，周围就是大量的房车了。For sale， 这样的房子，你愿意买吗？下面的这些家居啊，散落的一地都是。冰箱，这边有洗衣机，好像又是一个洗手间吧。面包机，好多的房车。你看，这房车啊，进来以后呢，这边是沙发，这是一个厨房用区。两边都是床，上面有些吊柜。这布局还不错啊。里面是卫生间，来看一下。垫子底下，这样的马桶。
你看这里有一辆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林肯的汽车，上面被画上了涂鸦。哇，发动机打不开。你看这轮子，看到这个轮子，想起来什么了吗？我也同样有一段心酸的故事。哇，车门还可以打开，但是你看你这里面，它的这个方向盘啊，已经都掉了。但里面的那些仪表盘啊，还有座椅，看上去还蛮不错的。这在当年啊，绝对是昂贵的产物了。你看，在我身旁这里啊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，在这个建筑的旁边呢，堆满了一些电视机，大大小小的参差不齐，而且这些电视机啊，上面呢还画上了很多的涂鸦呀和一些油画。这电视机都是真的哦。上面这里啊，还放上了一个遥控板。哎，没有任何反应哎。给人感觉啊，还蛮艺术的。你看在这里，这电视机上面呢是一个地图 ，You are lost， 我们迷失在了这个地方。周围的电视机呢，有的非常的大，有一些呢又很小。这些电视机啊，很多型号我都叫不出名字。你看有 Sony 的，还有上面的爱华的电视机，这边还有三洋的。非常的古老啊！在这些电视机上面呢，画上的是一些人物的形象，不知道是不是失踪的人口。而很奇怪的是，你看在正中心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通缉犯一样的人物，看上去还蛮诡异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杀人恶魔，又或者说是绿巨人呢？这些画面啊，给人一种时尚与艺术的气息啊，全部都融合在了这个很小的区域当中吧，是不是挺有趣的？就堆放在这个建筑的旁边，或者说是这条马路的旁边吧。这房子就像是与这个房车啊拼接在一起的一样。一片凌乱的景象。那边房车的区域是一个卫生间。这里还有一个欧式的吊灯，小心脚下。你看，在这个小木屋里边啊，还放了一艘小快艇。窗户、发动机还有方向盘啊，全部都已经没了。以前就是坐着这样的小快艇啊，去海里面捕鱼啊，又或者说是去溜达一圈吧。这些破碎的房屋啊，还有破旧的汽车呢，
在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鬼屋的气息。因为这里啊，当年呢海水泛滥，所以很多的房子呢全部都被淹没了。而且这里海水的浓度啊特别的高，所以它的腐蚀性呢就会比较强。这样的话，就让很多人呢没法很好的在这里生活吧，慢慢的就离开了这座小镇，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像鬼镇一样的小村庄吧。你看正中心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沙发，而且我感觉这还不是那种普通的沙发，有点像是那种剪发的椅子。到处都涂满了这些涂鸦。你看这里，还放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，是不是就像是幽灵一样？这边还有一些照片，有点像是冰淇淋，又或者说是水果之类的。这边还有海椒。这里还有一辆汽车，哇！你看这汽车里面，方向盘、仪表盘、挡风玻璃都没了，深深的被陷入到了这个泥土里面。它的这个发动机啊，其实蛮大的，你看车头特别的长。就像是那种 GT 的赛车一样，而且引擎盖是这样打开的，是不是与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这样打开呢，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反差？这里啊，就是沙滩了。这底下这里写上了 The Open House。这应该就是当年啊被海水吞没的房子吧，现在只剩下了这样的一些遗迹了。不过这个门呢是重新换上的，那我们进去参观一下。门是开着的，走出来以后啊，就像是那个哆啦 A 梦的任意门一样。你看，这一片海水啊就在我的眼前了。走。这里就是这一片海水了，在那个中间啊，还有一个像鲨鱼一样的装饰吧。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骨骸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啊，它的气候，还是说这里的环境比较的恶劣呢？因为海水的浓度很高啊，周围其实蛮臭的，
而且这个海面啊，完全是看不到尽头，远处啊是连绵起伏的一些大山，还有浓浓的雾气吧。这个废弃的小镇啊，现在所居住的人呢，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大多都已经变成了小动物的家吧。而落魄的这个小镇呢，仍旧保存着当年啊被海水淹没以后的景象吧，只是呢少了人气啊，多了一丝荒凉的景象吧。不过当地的人呢，仍在继续啊想恢复当时小镇的模样，也不知道何时能恢复呢。希望下一次啊，我们再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能看到不一样的小镇吧。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森，我现在在美国的孟买海滩。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